如果听说有空姐走国际航线，身边多数人会投上羡慕的目光。在许多人心里，国际航线意味着可以出国旅游，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但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难处。就拿走国际航线的空姐而言，他们大多数最不想飞的就是印度。有不少资深空姐都吐槽到，一辈子都不想搭上前往印度的飞机。印度航空以及印度人在飞机上的各种魔幻操作，实在是让人苦不堪言。那么，神奇的印度是如何在飞机上展现神威的？又是如何做到让空姐们一听到印度2个字就心生畏惧的？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奇葩的印度航空。对于训练有素的空姐而言，不怕乘客要求多，就怕乘客的需求他搞不懂。空姐一般都具有高水平的英语交流能力，他们既听得惯法式英语的重鼻音，也听得明白俄式英语的弹舌，但唯独印度奇怪的英语口音让人颇为头疼。众所周知，印度的官方语言有英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印度人都会流利地讲英语。根据印度社会的真实情况，印度主要是高种姓使用比较多，绝大多数印度人并不习惯在日常生活中讲英语，即便会说，他们的英语口音也掺杂着浓厚的咖喱味。这种口音，空姐们是如何形容的呢？有空姐表示，一些印度乘客的英语说起来就像印地语一样，有语法错误先不谈，就连最简单的单词也很难听懂。比如最简单的水，我们都知道用 water 来表示，而印度人口中说出来的大多数情况都是 water。这还需要印度乘客手舞足蹈的来回比划，才能让空姐明白他是要喝水。连最简单的水都表述困难，就更别提其他更复杂的需求了。对于印度航空而言，还有一个令人汗颜的服务需求，那就是复杂的饮食习惯。印度的宗教结构比较复杂，每个宗教都有特定的饮食习惯，比如印度教徒不吃牛肉，而印度的穆斯林则以牛羊肉为食，还有少数信徒信仰比较纯正，只吃特定蔬菜做出的素食。所以印度航空每次都要准备200多种不同食材做出的定制餐，用于满足不同宗教信仰乘客的饮食需求。当然，空姐是有义务尊重乘客的宗教信仰以及饮食习惯的，但印度的饮食分类与禁忌实在太多，加上他们的英语令人堪忧，因此在供餐时经常会出现乘客摇头晃脑拒绝用餐的现象。这就让空姐比较着急了，给他这个他不吃，给那个他也不吃，想要通过英语交流他还说不清楚，就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将各种餐打开让乘客看，直到他们满意为止。要知道，一趟国际航班的飞机乘客数量有几百人，如果这些乘客大多都是这样，那么发餐的时间与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其实，印度的购票软件上都会安插定制餐选项，只要使用得当，机组人员就能提前知道乘客的饮食习惯。但绝大多数印度人都不使用这项服务，于是繁杂的工作全部转移到了空姐身上。如果只是沟通问题，那还比较好解决，毕竟国际空姐也算是见多识广。类似的情况在非洲航线上也会经常出现。但让空姐诟病的问题不止于此，比如一趟飞机会有30多个轮椅乘客，这又是怎么回事？国际机场都会给残障人士开设绿色通道，印度也不例外。印度机场要求对有轮椅需求的乘客必须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这本来是一件很人性化的好事，可是这项服务在印度开展似乎就变了味。空姐们表示，印度机场有一个与其他国际机场非常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机场内经常能看到需要特殊照顾的轮椅乘客，密度甚至达到轮椅需要排队登机的程度。空姐们必须经常与地勤人员沟通，将坐轮椅的乘客送上飞机，并且还需要推轮椅将乘客送到目的地的地勤人员手中。正常情况下，一趟航班最多会出现2至3个行动不便的人，这都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印度平均每趟航班都有20至30个有轮椅需求的乘客。难道印度行动不便的人有那么多吗？还真不是。许多印度乘客都是腿脚便利的，他们坐轮椅只是为了享受一次贵族体验，古代王爷坐轿子一样。因此他们有病没病都会要一个轮椅，然后让空姐把他们推上飞机。这种巨婴式服务给空姐们无端增添了不少麻烦。空姐们痛恨的不是轮椅，而是明明身体很健康却还要选择轮椅服务，让他们在出城印度时都会显得格外劳累。将轮椅推来推去还不是最辛苦的，由于轮椅乘客登机速度缓慢，经常导致飞机晚点，直接影响了下一趟航班的起飞情况，这会直接影响空姐们的工作效率以及服务质量。许多走国际航线的空姐都向印度机场反映，不要将绿色服务开展的那么随便，可是印度机场都保持着拒绝的态度，因此这种苦也只有空姐们默默承担了。如果这些还是能够忍受的，那么下一个是空姐们绝对忍受不了的，那就是太脏了。登上载满印度人的飞机，空姐们就会闻到一股刺激性的味道，这种味道来自于汗臭和其他人体污垢，浓郁的味道散发在机舱的每一个角落。
当空姐们对印度人的味道吐槽时，乘务长一般会做出如下解释。首先，印度人的汗液味道要比其他人更浓郁一些，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中香料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而这些香料在经过人体排出后就会产生这种刺鼻的味道。其次，很多印度人都是不洗澡的，陈年的污垢在他们身上也会积攒出各种恶心的气味。最后，由于印度航空对机舱卫生管理比较随性，导致座椅已经被印度人给腌入味了，所以哪怕是空荡荡的机舱，空姐们也要忍受难闻的气味去做各种清洁工作。这种味道攻击可不是空姐们能够通过口罩来规避的，一时间他们也不知道空姐这个职业到底好在哪里。无论在外面如何风度翩翩，在印度机舱里都会沉浸在酸臭的空气中。让空姐感到作呕的还有印度飞机的卫生间。众所周知，印度人的如厕习惯比较原始，上厕所不冲马桶都是常态。有空姐表示，她甚至见到过有乘客直接排泄到马桶盖上。纵观整个厕所，镜子上、洗手池里、马桶盖上都是水。有些空姐不知道他们正在清洁的究竟是自来水还是人类的尿液，光想一想就已经受不了了。从厕所就可以看出，印度人对水有一种独特的热爱。空姐表示，乘坐印度航班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座位上的服务铃频繁响起，几乎所有印度乘客都有一个需求，那就是喝水。当然，当空姐把饮用水端给印度人时，印度人可能不只是喝水，他们还会用水洗脸，甚至擦拭身体，弄得座位周围都是水渍。对于这个现象，空姐解释道，多数印度人的饮用水都是浑浊的，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清澈的水，所以他们很珍惜在飞机上的水资源。除了尽可能多的往肚子里灌水以外，他们还要用水来简单擦拭身体，也不枉坐一趟印度航班。当空姐在机舱内辛苦工作，好不容易坐下休息一会儿时，服务铃又会响起。空姐们也知道印度人可能要喝水了。根据机务人员表述，绝大多数情况下，飞机上的饮料和用水都是充足的，一趟航程下来还能剩1/3左右。但印度航线不是，哪怕起飞前水箱都加满，到目的地后水箱也会变得空空如也。而且印度人连饮料也不会放过，红酒、酸奶、速食奶茶都会大包小包全部带走。不得不感叹一句，真为印度飞机乘客的素质感到堪忧，也辛苦了国际航班空姐在印度遭的罪。除了卫生问题，更让空姐们感到害怕的是印度飞机的质量。如果说环境脏乱差只是在一次又一次挑战空姐对肮脏环境忍受的极限，那么飞机质量可能会直接关乎人命了。印度航班的飞机基本都是波音客机，但是印度机务人员对飞机的检修可以说是相当随缘了。2018年4月，印度民航客机就出现过一次挡风板脱落事件，在数万米的高空，挡风板又被强行塞了回去，惊险程度堪比美国大片。这一点别说乘客害怕，就连空姐走一趟印度，不要担心飞机质量问题，搞不好哪一次检修出现纰漏，就会万劫不复。有人说印度是一个神奇的国家，今天我们从印度航空上也能看出一点新的理解。至少从空姐的体验上来看，走一趟印度航班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这需要超强的忍受能力，还需要无与伦比的耐心，能将服务勉强做到位已经算是奇迹了。因此印度一直是国际航班空姐的噩梦。想要改变印度航空的现状，绝非是1天2天就能做到的，也不是一个航空公司的服务态度与章程就能够轻易改变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陋习一直在左右着印度现代化发展的今天。空姐的怨念只是一个缩影，真正的印度恐怕难以用正常的思维与逻辑进行理解。印度这招实在是太骚了，就在美国把关税大棒挥向曾经的盟友时，人家印度不仅不生气，还特地的降低了自己的平均关税，目的就是害怕特朗普不断升级的关税行动会殃及到自己的一项大计，那就是自己家正如火如荼的计划从美国进口哈雷摩托车。要知道摩托车可是人家印度人民的瑰宝，因此这个被摩托车改变国运的国家正在用最卑微的姿态完成21世纪最诡异的政治现金。简单来说就是关税自残。他们将哈雷摩托进口关税从100%狂砍至50%，却对本田、雅马哈等其他品牌仍然维持着75%的关税高壁垒。于是当新德里的降税令抵达孟买海关时，印度本土摩托车巨头的股票正在被黑市论斤贱卖。不过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如同人家印度这般通情达理，就比如曾经美国的后花园加拿大。在蛇年初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就宣布所有进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并且特地的提醒没有例外和豁免。这意味着美国直接无差别攻击了，队友不要了，甚至还要再吸一波血。要知道身为美国后宫的加拿大，主要出口美国的关键商品中就是钢铝产品和汽车零部件。
而上面特朗普的加税举措就差点名针对加拿大这位曾经的好皇后。于是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愤怒地表示，这是对盟友的背叛。然而特朗普的回应却更加惊人，他说，如果加拿大不想交关税，那就并入美国吧。好嘛，这句话不仅激怒了加拿大，也让全球看到了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极端一面。因此众多加拿大商人的工厂里贴着 Made in Canada 标签的钢铝产品堆积如山。不过人家也挺有骨气，说特朗普的关税让我们损失惨重，但我们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国家。于是加拿大上到政府下到民众都同仇敌忾，政府呢强烈抗议，并把特朗普投诉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准备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而民众呢就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我们是加拿大国家，不是你第51个州的浪潮。然后欧盟、墨西哥这些曾经的盟友也纷纷表态支持加拿大，批评特朗普的言论是破坏国际秩序。其实这并非他们正义感爆棚，而是自己也被制裁了。就在2月10日当天欧盟委员会就对话美国，声称如果美国对欧盟加征关税的举措落实了，那欧盟将会首次动用反胁迫工具法案 ACI 来对美国硅谷采取报复性措施。ACI 呢，就是指允许欧盟使用一系列的报复性措施，包括提高关税、限制出口、封锁美国在欧洲的资金和公司等等。因此这个法案可以说是在不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最强硬的回应了。此外，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也对近期特朗普的关税举措表示担忧，尤其是日本，他还得必须密切关注外汇变动和美元政策两个动向。于是日本首相石破茂就在6号开启了访美活动，与特朗普进行会谈，可谓是诚意满满。但除了上面所说的印度跪舔、加拿大和欧盟的制裁外，还有另一个吃瓜的存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义乌。甚至美国媒体发现了一个恐怖的规律，说特朗普每加征 1% 的关税，美国超市物价就跳涨 2.3%， 这个数呢又被称作义乌系数。因此作为全球跨境电商中心的义乌，听到你加税后，正好有理由让下游的经销商提高价格，最终的消费还是得由美国的普通民众买单。除此之外，人家义乌甚至不停地监控美国的媒体和市场状态，在政策出来之前提前预测、提前部署。从去年4月份开始，就有大批义乌老总在美国田纳西州开设工厂，让贴着 Made in USA 标签的洗衣液正源源不断地运往沃尔玛，直接避开了关税。更有甚者，有的公司直接对墨西哥投资140亿美元建设厂房，借到第三国出口美国，Made in 墨西哥。所以有人就说特朗普的关税就像是一把双刃剑，砍向中国的同时也割伤了美国普通家庭的消费力。这也是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本土的居民十分反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因为坑的最终还是普通的美国民众。而那些在义乌做采购商的人也是一副吃瓜心态，说即使你把关税提高到 50%， 也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因为他们的客户不仅是来自美国，还有大量的澳大利亚和中东市场的客户都在饥渴地等待着义乌的订单。其实经历过特朗普 1.0 的对华制裁后，中国在 2.0 时直接不装了，你不是对我们加收关税吗？我们也采取反制措施。财政部就直接发布公告，对各种美国出口中国的关键商品，像是煤炭、液化天然气、原油、大型农业机械、大排量的汽车和皮卡，加征 10% 到 15% 的关税。美国号称是军工和科技领域的霸主，但是钨地等军工重要的原材料却只能依靠中国的进口。好，于是这次中国对这些材料进行出口管制，提高美国高端制造的成本。犹记起 1.0 对华加征关税，美国制裁华为等一系列中国科技公司。于是这次 2.0 对华关税，我们直接主动出击，将供应链 60% 依赖中国的美国 PVH 公司，在华市场占 42% 的英美纳基因测序设备公司，两者全都打入了不可靠实体清单，并且基于反垄断法对美国谷歌公司开展调查。调查结果如何，那就看看你本土的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如何了。对美国而言，他们要考虑的问题是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贸易伙伴来取代中国。很可惜，目前除了印度在跃跃欲试外，还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担起重任。不过阿三给老美制造商品的质量已经让老美叫苦不迭，不敢恭维了。